大家从小到大应该听过不少百慕达三角洲的传说，例如那里是飞机的墓地、船只的坟场，有数不清的人在这边消失等等。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可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百慕达三角洲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你对百慕达三角洲的印象是什么呢？有的人说，这个百慕达三角洲是世界上面最危险的海域，经过当地的船只或飞机，常常因为不明原因失事，怎么搜救都找不到。这个都市传说引起了很多的争论，有的人认为这跟当地有特殊的磁场跟重力有关，所以人们在这一区会迷失方向。还有人认为呢，这些磁场跟重力是跟外星人有关，因此呢都是外星人惹的祸。甚至还有邮轮公司推出了百慕达三角之旅，邀请了许多神秘学家、优抚学者，还有时空旅行经验的前辈共襄盛举。邮轮公司保证说，如果船真的消失了，就会全额退费。等等，如果百慕达三角洲这么可怕，这间公司是打算赔到破产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百慕达三角洲的恐怖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天气爆热，总是待在家不想出门吗？今天分享的 Vana Candles 香氛将会让你的居家质感大增。Vana Candles 是来自于瑞典的香氛品牌，他们的香氛蜡烛全都是瑞典制造，用独家技术严选6种植物蜡制成。而这一次我体验的都会岛屿暖灯组呢，灯座是台湾在地生产，非常难得。其中附赠的瑞典蜡烛是 Carta 瑞典香氛地图的 MAL 木质调的这个香气呢，搭上这个杜松、马鞭草、檀香还有皮革调，是很适合夏天不会太腻的香味，也很适合男生的居家空间。而 Carta 系列当中呢，也有其他舒服中性的味道，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哦。除此之外 ，Vana Candles 的包装还有制成都力求永续环保，蜡烛更是低温熔点，安全无毒。现在都会岛屿暖灯礼盒优惠价现省1000元，使用折扣码呢还能够再打85折。收藏更多的 Carta 蜡烛，加购价呢也只要690元哦。想要自用或买来送人吗？赶快点开资讯栏的链接来体验 Vana Candles 香氛蜡烛吧。百慕达三角洲位于北大西洋哦，还有一个可怕的别名叫做魔鬼三角，通常被认为是由英属百慕达群岛、美属波多黎各以及迈阿密3个点所围绕而成的海域。那在大家的想象里面，应该会觉得这么危险的地方，大家都不想过去吧？事实上呢，百慕达三角洲其实是这一区的交通要道，只要是想要往来北美、南美跟欧洲的船只，都会频繁的经过这边，因此也被认为是世界上面最繁忙的海域之一。那这么多人在走的航道，到底是有多危险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先来看看哥伦布的记录。他们当时的这个航海日志当中记载了，他们移动到这一带之后，曾经被困在无风的广阔海域当中，四周呢还被海藻跟沉船给围住，非常的难脱困。最后呢，他们是在这个粮食还有水都快要用尽的时候，才终于找到了一线生机。只不过大众真的认识到百慕达三角洲的恐怖呢，其实是1950年的事情了。当时迈阿密先锋报的记者 Jones 呢，发表了百慕达三角洲的一场失踪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后来又有媒体不断的刊出各式百慕达三角洲的失踪新闻，才将百慕达三角洲很可怕的概念推到了高峰。那在这些故事里面呢，最有名的就是2起美国海军发生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美国海军单次最多人失踪的案件哦。1918年2月16日，美国的航空母舰独眼巨人号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出发，载着满满的矿石，要往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移动。而独眼巨人号呢，是一艘超级大的运输船哦，可以承重约8100吨的货物，大概是6000多台 Toyota Altis 的这个重量，是美国当时相当重要的补给船，上面还载着309名的美国海军。只不过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哦，这艘船却一直都没有抵达目的地巴尔的摩，而整艘船连同309个人凭空消失在海上，连个碎片都没有找到。那当时对于独眼巨人号的失踪呢，大家并没有第一时间怪罪百慕达三角洲，这是因为当时还在1战期间，很多人认为呢，独眼巨人号一定是被德国潜水艇袭击了，但德国对于这项指控呢，始终是彻底的否认。而事情的转折发生在2战之后，这是因为在2战期间呢，又有2艘差不多大小的运输船也在大西洋运输矿石的时候消失，而这3艘船共同的路线都是经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这3起不约而同的失踪案件呢，就让很多人认为这恐怕是百慕达三角洲的诅咒。而且在大家的眼里呢，这个百慕达三角洲的诅咒呢，不只会让船只消失，连飞机也无法幸免。第二个关于美国海军的事件呢，是发生在1945年的12月5日。
那一天呢，美国5架 TBM 复仇者轰炸机在教练查尔斯·泰勒的带领之下，从佛罗里达的海军基地起飞，准备执行例行的训练。他们预计要飞过整个三角航线，并在一个浅滩上面进行轰炸练习。但这5架飞机在起飞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了，至今连残骸都找不到。这起事件的报道中写说呢，当时的教练查尔斯曾经在无线电里面说过，他们所有飞机上面的罗盘、导航跟仪表板全部都故障了，甚至还说他们已经完全失去方向，不止看不到陆地，连海看起来都很不对劲。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状况，当时美国海军为了找回伙伴，还派出了救援机 PBM 水手出发搜救。没有想到呢，救援机却在出发20分钟之后就失联，机上的13个人也从此失踪。报道中还说呢，美军调查委员会的官员曾经表示，这些轰炸机飞向了火星，因此呢，有人认为这些飞机肯定都是被外星人抓走了。这起事件也让百慕达三角洲再度蒙上了一层神秘恐怖的面纱。只不过近年来呢，在越来越多学者投入百慕达研究之后，事情似乎有了一些转变。首先，独眼巨人号的案件呢，被认为是一连串的糟糕事故所造成的。有报告指出呢，当时在离开港口前，这台运输船中的这个2台引擎当中，有一台的气缸破裂了，造成引擎无法运行。但当时船上的人呢，认为没有问题可以称回美国再处理。而再加上当时的船长沃利呢，在管理上面有问题他启用了经验不足的船员负责载运这个矿石，导致原本只能够载重8100吨的这个船呢，却超载到了1万多吨。而英国的南安普顿大学的这个海洋学家呢，也在2018年的时候做了模型，认为当时的百慕达三角洲很有可能发生了一场风暴，造成突如其来的巨浪，这让呢独眼巨人号直接被劈成了2半，沉进海沟。这也是为何至今仍找不到残骸的原因。而复仇者轰炸机事件呢，也有类似的状况。当时的 GPS 还没有普及，轰炸机的这个驾驶呢，必须要仰赖指南针、计时设备跟精确的记录来判断他们往特定方向飞了多久，才能够知道自己大概在哪里。但根据当时的无线电通联呢，指挥官查尔斯飞机上面的指南针其实故障了。飞机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计时设备，只能够仰赖手表，因此他们就真的在空中迷路了，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最后只能考虑迫降在海面上。只是复仇者号很重高速下坠的这个状况之下，很难在海面上面降落，甚至有可能会直接的往下坠到海底。另外，消失的救援机 PBM 水手则是在一开始设计就有问题，甚至曾被昵称为飞行油箱，一点点小火花呢都会爆炸。而且根据当时同区域的船只指出，曾经在空中看到一个火光跟听到爆炸声。但这样就能证明百慕达三角洲真的没问题吗？要讨论百慕达三角洲有没有问题之前，或许更根本的问题是，百慕达三角洲这一区真的有那么多的事故吗？根据美国国家海洋跟大气管理局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资料显示，考量到这里是一个频繁出入的海域，其实失踪人数不算特别多，也没有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事故。而另外一方面，英国的大型保险公司劳合社呢也表示他们没有发现百慕达三角洲有大量船只失踪的记录，因此他们也不会针对这个区域提高保费。此外呢，号称跟百慕达有关的事件很多其实都有报道不实的问题。例如2020年在爱尔兰附近被发现的 MV Alta 号，因为它最后一次的航行曾经过这个百慕达，再加上船好好的但船员都不在，因此就被大肆吹捧成新的百慕达幽灵船。但这艘船的船员呢，早在2年前的航行当中就因为船只状况不佳而弃船，而这艘船呢随后也被海盗抢走，因此根本就不是什么幽灵船。有研究者认为百慕达三角洲会被宣传的这么恐怖，其实跟耸动的故事备受好评脱不了关系。为了让各种书跟电影好卖一直都很多人在创作关于百慕达三角洲的故事，但实际上到底发生过多少事件就比较不被关注了。我们这次真的好好了解过这个百慕达三角洲传说之后呢，才发现小时候觉得很可怕的百慕达三角洲其实好像也很普通，但透过故事的层层包装，让它变成世界上面最可怕的地方。不过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这些包装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奇观跟超自然现象很吸引人以及我们对于地球科学还是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因此大家才会努力的想出各式各样的解释，试图想要去理解这一切。那如果不是小时候看过很多百慕达三角洲的故事，我们或许也不会对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产生兴趣，少了这些耸动的都市传说，或许也不会有一群人拼命的研究这一带。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说，这些故事包装或解释的存在，已经让百慕达三角洲不再只是地理位置的称呼，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代名词了。
那影片最后想要问大家对于百慕达三角洲的谜团，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就是普通的海域被夸张化了，逼社会推波助澜呢，搞得好像很可怕一样。所以这些说法呢，也只是官方的掩盖，说不定有更多的谜团。第一，当代科学发展还不完善，这些解释呢，也只是一时的解释。一起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百慕达三角洲可不可怕。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印度境地以及人类曾跟外星人打招呼。那么今天的智疑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